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 Fishing Cuisine 惠妈厨艺。2月，我们这里还是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的冬天。3月底，气温回暖，在开始室内育苗的同时，我们也着手挖土，准备搭建新的菜床。有了去年第一次种植蔬菜的尝试，早就计划好今年要多开辟好几个新的菜床。和去年一样，可以依赖的儿子是我敢把这个工程摊得这么大的底气保障。但是挖土断断续续持续了好长时间，因为虽然地面上的积雪已经融化，但地下的土壤仍然结着冰，很多地方的土完全挖不动。同时老天爷也动不动耍耍脾气，昨天还艳阳高照，让我们欢天喜地脱去厚厚的冬衣到花园里忙活，今天花园里就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所以搭建菜床的工程进展缓慢。这些是我早早备好的搭建菜床的所有材料，如今也只好在雪地里待命。地挖好之后，搭建菜床就像拼一个大型积木，易如反掌。这只在土里抓蚯蚓的小鸟，一开春就在我的花园里筑巢孵蛋，它一直见证着我的花园的不断更新。为了防止野草侵入菜地，我把菜床的四周边缘都增加了地膜隔挡。原有的2个菜床的土我已经翻了好几遍，反复的暴晒消毒，测了一下土壤的 pH 值，然后撒了一些生石灰到土里来杀菌。给这3个4乘6英尺的菜床中间的2个通道铺上了石板，特地用麻绳分割出18个1米菜园，方便种植不同的蔬菜。趁着菜苗移植到菜床之前，把架子搭好。我用了10根8英尺长的绿杆搭西红柿架。新建的2个3乘8英尺的菜床，用7英尺长的铁杆和10英尺长的钢管搭架，准备给黄瓜、苦瓜还有豆角爬藤。原计划是去 Home Depot 租一个 T-post driver 来操作的，但正值我们这里第3次封城， Home Depot 除了花园之外的其他部门都关闭了，所以将就了一下，简单粗暴，反正定牢了就行。特地用了这种不锈钢线卡来绑扎，特别的牢固，就是操作时必须戴上厚的手套，以免伤手。靠角落的这个菜床准备种植各种爬藤豆类和瓜类，所以架了几根绿杆当顶棚。最后在栅栏上钉了卡扣，用细铁丝将每一根绿杆和铁杆固定一下，这样更牢靠一些。这就是我的西红柿架、丝瓜、鱼刺瓜、葫芦、爬藤豆角架，还有黄瓜、苦瓜、荷兰豆架。另外我种的4颗意大利瓜已经开花了，每一棵苗搭配1根 T-post 做支撑，准备垂直种植。持续了快2个月，在每一个室外温度达到10度、阳光正好的日子，我都会把小苗从室内搬到阳台上练苗，到了晚上再把它们搬回到室内避寒。育苗练苗真的很锻炼我们的细心和耐心。在准备菜床和育苗的同时，我已经用 Notion 建了一个我的蔬菜数据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右上方的信息栏和屏幕下方的描述栏里的视频链接观看。如今菜床已经准备就绪，
最后一个霜冬日终于结束，室外夜间温度也达到10度以上，是时候送菜苗们去各自的菜床安家了。我是参考依据我的蔬菜数据库里的相关信息，提前做好的菜床规划图给菜苗分配地盘的。移苗的时候，我用了有机谷肥和牛羊粪肥做基肥，希望能让幼苗有足够的营养。菜苗移到菜床之后，压实周围的土壤，浇透水分，最后插上标签。所有的爬藤蔬菜都是用麻绳牵引到架子上，麻绳本身毛茸茸的质地和植物茎干很相似，让植物有亲近感。在根部附近用绑住麻绳的钩子插入土壤里固定，使它们纵向生长，节省空间。特别细小的种子，我用了这种撒种子的工具来操作，它可以调节播撒的密度，还挺好用的，就是做工有些粗糙，毕竟才1块钱一个。我们特别喜欢芦笋，所以想尝试一下。这是2年大的芦笋根，按照包装上的说明书，我给它们挖了15厘米深的坑，加了骨粉，希望它们能够尽快破土而出。甜菜根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蔬菜，自己种植还可以随时采摘它们的叶子吃。这一长条纸袋上有100粒种子，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全种下地了。今年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地可以用来种植，好像有点失控了。数了数，不知不觉中，我居然同时种下了40种蔬菜，自己都吓了一跳。2020年，整个世界都突如其来的改变了，我们惯有的生活模式也不得不随之调整和适应。在这段超过1年多，我们无法像从前那样自由的呼吸和出入的时间里，园艺好像变成了一种疗法。看着自己播种的一粒粒种子渐渐地发芽长大，感受生命力的神奇和强大，体会着窗外世界温度的变化、季节的交替，让我获得一份最简单的快乐和满足。距离6月只剩4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和狂风令所有种菜的朋友措手不及，温度骤降到2度，
要知道，前天我们还体验着体感35度的酷热，这种3天之内30度起伏的断崖式温差，令人瞠目结舌。这是我们选择生活在这个被大家调侃成1年只有2季，冬季和大约在冬季的国家里必须坦然接受的。我竭尽全力地用手头上可以用上的各种盒子将菜苗罩上，这些白色的盒子事先是为育苗准备的。菜苗移植到地里去后，我早已经把它们清洗干净、晾干、收纳起来，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家里找得到的几个纸盒，还有大一点的育苗盆都用上了，但这几棵西红柿苗和鱼刺瓜苗已经长得太高，无法顾及，只能希望它们坚强，顺利闯过这次霜冻。没想到刚刚安家落户1周的菜苗，这么快就要迎接冰雪的考验。气候无常，生命无常。看到这些在冰雪中接受考验的菜苗，我想到他们如同我们为人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精心呵护培养，尽可能地给予我们所有的关爱。但在人生的旅途上，他们的路最终要自己走下去，享受风和日丽，承受暴风骤雨。我们唯愿他们能够平安、健康、快乐。这1米菜园不仅能让我们收获新鲜的蔬菜，还能给我们一点点人生的感悟，是不是挺值得？持续2天的倒春寒终于过去，暖暖的太阳出来了，赶紧给避难的菜苗们透透气，一定是憋坏了。非常幸运，可能是因为我的花园不大，相对封闭，我的菜苗基本上都扛住了这次据说是我们这里100年难遇的倒春寒的严峻考验。听说有不少的人在这一次倒春寒中菜苗损失惨重，甚至全军覆没。想不到种菜也可以如此惊心动魄，让我们已经受过太多刺激的神经大起大落。菜苗们，缓一缓，压压惊，重新恢复正常的生长吧。这是菜苗移植到菜床不到1个月时间的样子。雨后的蔬菜如此的新鲜嫩绿，让我只想把它们定格到我的镜头里。每天迎着晨曦，伴着鸟鸣，采摘蔬菜成了我的日常。摘几片散发着清香的羽衣甘蓝，生菜打1杯绿拿铁，开启全新的一天，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是清新和健康的。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Mama Fishing Cuisine 惠妈厨艺，和我女儿 Jasmine 的 YouTube 频道 Jasmine Fishing Cuisine 惠厨艺。点开屏幕右下方的小铃铛，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上传的最新视频。我们用心做好每一个视频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忙点赞和朋友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